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中立，将获益巨大。真正的大智慧在这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拉夫罗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说，中俄之间的关系在质量上高于军事联盟，没有限制、界限和禁忌话题。此前，中国外长秦刚以拉夫罗夫通话时表示，中俄关系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来，中俄战略互信水平非常高，是共识，但是两国在涉及结盟问题上的表述又有所差异。对于中国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没有限制和禁忌，但是不等于没有底线。中俄战略互信高于军事联盟，但不等于就是军事联盟。虽然中俄对两国关系的表述在每个时期会有所差异，但在当前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中国只有坚持中立的立场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有人总在讨论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虽然有利有弊，但是明显弊大于利。道理很简单，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军事危机正在事实上削弱了与中国关系亲近的俄罗斯，强化了对中国战略打压的美国的霸权，同时救活了曾经脑死亡的北约组织。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而言，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才是对发展最为有利的。更何况乌克兰局势的稳定还涉及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所以中国当然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而残酷的现实是，在美国的煽动下，乌克兰危机已经有长期化的趋势。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站稳对俄乌冲突的立场。美国最近一直想找中国的麻烦，声称发现疑似中国的国企向俄罗斯出口非致命军事物资。中国外交部给予了明确的否认，但是一些自媒体仍然故意的错误解读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意思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物资，这明显是要把中国往火坑里推。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必然会收获巨大。第一，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基于中国过于强大的实力，只有中国保持中立的立场，欧洲国家才会与中国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美国想要的新冷战才不会发生。而一旦爆发新冷战，将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国际利益，反而会帮助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以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持经济合作，强化贸易联系。美国越是想推动中美脱钩，中国就越要加强与欧洲和美国在产业链上的密切挂钩，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的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美国崛起的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中立的地位上坚持到最后才出手帮助强势的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几乎是让双方打残之后自己才下场一锤定音。二战时，如果没有日本人赌国命的偷袭珍珠港，美国下场的时间会更晚一点。俄乌冲突虽然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打成长期消耗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任何参与者都要在乌克兰投入巨额资源，相比而言，中国当前的选择仍然是损失较小的。第三，从维护全球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保持中立是俄罗斯避免被拖垮的关键，这个作用同样重要。俄罗斯当前面临着被严重消耗的局面，之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上没有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可以向东看，也就是将其经济融入中国的经济圈。如果中国站在乌克兰的一边，俄罗斯的战略焦虑就会急剧增加。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保有国一旦出现战败的趋势，或者是因为内部问题被肢解，那么对全人类都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只要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不偏袒西方，
俄罗斯将会成为中国最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只要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甚至有可能成为俄乌冲突和平谈判的推动方。只要中国保持中立，美国联合欧洲打压中国的图谋就很难实现。只要中国保持中立，世界范围内所有持同样立场的国家就有了主心骨。只要中国保持中立，俄罗斯这个核大国就不会崩溃。只要中国保持中立，不用被严重消耗，就能获得更长的战略发展机遇区。所以不管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多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有多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任何想拉中国下水的言论都是在害中国。我们对于这类极端言论一定要保持警惕。中国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极，不需要依赖任何国家，也不需要偏袒任何势力，只有保持中立，才能最大化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大智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